大家没留意的地方，日本的各大高端制造业的隐形冠军啊，都已经快被我们薅秃了。从光刻胶到半导体粉体，从陶瓷基板、电子电容到碳纤维，一个个当年被吹得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正在被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摧城拔寨、荡平山头。以前呢，总有些人对着日本制造就怀着几分不明觉厉的敬畏啊，觉得那些闷声发大财的百年小企业，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如今啊，凑近了一看，才发现所谓的神话光环之下，无非是攒了几十年的配方老本，再加上下游客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险惰性。而当中国企业开始凭借规模优势和上游原材料的自主优势，开始冲击日本的工业神话时，日本所谓的隐形冠军军团，原来只是一群躲在自家的产业链深处收租的蛀虫。1986年啊，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提出了隐形冠军这个概念，本意呢是拆解德国出口的底层密码，撑起德国制造业的不只是奔驰、西门子这些明星大厂，而是无数藏在产业链缝隙里默默无闻却垄断全球市场的中小企业。日本很快被奉为另一个隐形冠军的圣地，尤其在半导体材料领域，19种关键材料占了14项的全球第一啊！这种说法流传甚广，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匠人精神的叙事啊，仿佛日本人天生就长了做精细活的这个基因啊，咱这辈子都追不上了。然而呢，很多鞋呀，只要你不信，你就祛魅了。光刻胶就是个典型，听着特别高大上。它的核心原理无非就是树脂啊、光引发剂和这个溶剂按照精准的配方反应生成，原理一点都不复杂，难的是海量的配方的调试和工艺参数的积累。那日本人呢，攒了半个多世纪的备方库啊和失败的经验，这个是他实打实的先发优势。那就像一家开了100年的老面馆，对吧？汤头是一代代人试错试出来的，那新店想追上口感，总要熬些年头。那于是呢，日本23年的时候就打算用这个汤头啊对我们进行倒逼。23年7月，东京修订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啊，拍板把光刻胶改成了逐案审批。得意中带着些嘲讽啊，遏制中又满是算计，以为这样中国的半导体就能乖乖束手就擒了。然而呢，3年时光过去，2026年上半年，日本光刻胶产量啊仅有6100吨，同比逆势下滑7%。这可是在全球 AI 算力狂飙、晶圆厂遍地扩产的大背景下交出的答卷，逆周期摆烂呢，头一回听说。反观中国，同期光刻胶产量直接冲到7200吨，同比暴涨62%，出口量更是达到960吨，同比翻了个倍，还拐了个弯啊！无它为手术儿。光刻胶这玩意儿，本质上它是经验壁垒，而不是科学壁垒。只要给足试错的机会，就没有摸不透的道理，规模可以大大的缩短时间呢。今日日本隐形冠军的壁垒啊，很多都是吃冷门赛道的这个季模范。半导体材料是经典的啊，关键但小众的市场。全球光刻胶的总市场规模也不过就5-60亿美元，还不如一款爆款旗舰芯片的销售额高。那球形硅微粉啊和电子特器这些赛道体量就更小了，全行业加起来也就几十亿人民币啊，这种市场巨头们看不上，新玩家嫌研发周期长回本慢，自然就形成了寡头垄断的这种舒适区啊。说白了，日本的隐形冠军地位一半是靠起步早熬出来的，一半是靠没人愿意陪他们坐冷板凳闲出来的。但这一切啊，它其实有个前提，就是没有人真的下决心抢他的饭碗，本来呢是没有抢的动力的。但是小鬼子他不是要逐案审批我吗？那还说啥了？本来国产光刻胶的处境呢是很尴尬的，技术上其实已经摸到了 PRF 门槛啊，甚至 ARF 胶都已经有了实验样品，但是呢进不了产线。晶圆厂的采购经理们心里面有一本账啊，就是用日本货出了问题是供应商的锅，但如果用国产货出了问题就是我的审批责任，谁也不愿意冒这个职业风险。那日本的制裁一来，局面它就180度反转了呀！日本逐案审批可不是遥遥无期，高端胶新订单直接就停交了，那交期呢从2个月拉长到半年以上。晶圆厂突然就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选择题，那是冒着产线停摆的风险死等日本货，还是试试国产胶，大不了验证失败再想别的办法嘛。两害相权，他就取其轻啊，不敢换的这个紧箍咒就这么被鬼子的灵机一动亲手给解开了。一试之下，大家发现国产的光刻胶相当靠谱啊，同城新材啊、精锐电材、上海新阳这些企业已经默默打磨了10几年了，缺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一个上机验证的机会。有了第一次验证，就有了真实的产线反馈，有了反馈，就有了精准的迭代方向，有了迭代啊，产品稳定性就能快速提升，产品越好，就越有更多的晶圆厂愿意试水，一个正向的循环就这么被日本的制裁啊给踹启动了。
海量中国工程师直接就开启了配方暴力迭代模式，一天测试几十种配方，带着样品扎在晶圆厂，根据产线数据连夜调整参数啊，背后还有国家大基金的资本加持，国内完整化的工业体系的原材料配套，短短2年时间，国产的光刻胶验证率啊就大幅的提升了，成幅制成领域开始批量替代。就连最高端的 ArF 啊，中高端胶也进入了多家晶圆厂的产线验证阶段。这个事儿说穿了很讽刺啊，日本人守了几十年的技术壁垒，本质就是一层没人捅破的窗户纸而已。结果呢，自己为了装个灯啊，就把这个纸糊的金身给捅破了。而光刻胶还只是他们技术垄断的冰山一角，同样的剧本正在日本隐形冠军盘踞的几乎所有赛道上同步上演，一场大型的祖传饭碗啊失手现场就这么上演了。球形啊，硅微粉是一个晶片封装的必要材料。这个东西呢，就是高纯石英砂用高温烧成球形粉末，但对球形度、纯度、放射性控制要求极高。过去整个市场都是日本电化、龙森、亚都玛3家的天下，合计拿下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其中1微米以下的高端粉体更是被亚都玛独家垄断，价格卖的跟白粉一样啊。本子主要是靠火焰熔法把粉末烧得圆润光滑，然后靠着这手啊烧沙子的绝活，赚了几十年的超额利润，也算是所谓的啊日本隐形冠军匠人精神的巅峰代表了啊，球龟仙人。后来呢，中国企业就来了啊，这个联瑞新材和国瓷材料这些企业呢，就啃下了大米级的球形粉体的量产工艺，球形度更完美，球化率更高，部分参数甚至反超日系产品。更狠的是，这个联瑞新材突破了 HBM 的这个封装专用的 Low Alpha 超低放射性球形硅微粉啊，成为了全球唯一非日系的高端粉体供应商，全球市占率冲到了15%到20%。如今国内封测大厂的采购清单里，国产粉体已经占到了70%，日系加德系的只剩30%。曾经高高在上的啊日本粉体企业，现在不得不开始降价应对，毛利率一路下滑。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啊，以前日本人卖粉啊，我就这个价，爱买不买。现在是价格都好商量，能不能再给点订单？毕竟我们才是最大的买家，现在啥仙人他都白扯呀。而球形微粉如果是芯片领域的窄门，那么陶瓷基板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新能源车的翻盘局了。800伏高压快充时代啊 ，IGBT 和碳化硅模块发热量很惊人，普通的 PCB 板根本扛不住，必须得用氮化硅和氮化铝陶瓷基板来散热。这个赛道曾经是美国罗杰斯、日本京瓷啊完合的自留地，价格高、交期长，说涨价就涨价，下游车企连还价的底气都没有。这些才是真正抢夺我新能源车利润的蚂蟥。非洲、东南亚的那些国家的矿石并没有占多少利润份额，也达不到影响我们车企交付的程度。那中国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绝对霸主，占了全球60%以上的产能，整车厂啊对降本和保供的这个诉求十分强烈，于是呢就直接给本土的陶瓷企业开出了只要能量产全部给验证机会的绿灯。于是三环集团、中磁电子啊、富乐德等企业火速入局。中国本来就是全球陶瓷工业第一大国，从日用陶瓷啊，再到建筑陶瓷，再到结构瓷，产业链极其完整，稍加技术升级，这个氮化铝、氮化硅的基板就实现了量产突破。如今的格局是三环集团拿下了国内氧化铝陶瓷基板25%的份额，全球占比超过1半。中磁电子在光模块氮化铝基板上与京瓷形成了全球双寡头的格局。800G 光模块基板啊，国内市占率高达80%。那富乐华的 AMB 啊氮化硅基板已经做到了全球前3，国内市占率占到62%，价格比罗杰斯还低35%。整体算下来，高端陶瓷基板的国产份额已经冲到了33%，而且还在以每年10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在飙升。京瓷们啊，不是不想反击，奈何下游最大的客户中国车企都在主动扶持有竞争力的本土供应商啊，日本的陶瓷基板就随着市占率的下降，慢慢的萎缩了。另一个陶瓷相关的隐形冠军品类呢，就是最近啊风头无两的多层陶瓷电容器，就是 MLCC， 被称为电子产业的大米。一部手机上千颗，一辆新能源车上万颗，一台 AF 服务器要几十万颗，这个市场日本的村田太阳诱电啊 TDK 曾经是绝对的王者，村田一家就占了全球近1/3的份额，高端高容产品呢更是独霸天下。当年村田停产一个型号，深圳、华强北啊都要跟着抖3抖，商家连夜涨价呢是常规操作。过去10年，国产 MLCC 啊在家电、消费电子等中低端领域完成了替代，把日系产品挤出了消费级市场。日本人呢就退守了车规级和高端服务器市场，那还以为能安稳的躺些年头啊，最近这3年局势急转直下。
那风华高科啊、三环集团这些企业接连突破了1200层堆叠的技术，那直接呢距离村田的0.5微米啊差临门一脚。上游的核心材料啊钛酸钡粉体也被国瓷材料啃了下来，50到100纳米的超细粉体能够实现量产，就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垄断，等于一个产业突破，连带着干掉了2个日本的所谓隐形冠军。更关键的是，国产 MLCC 已经陆续通过了 ACE Q200的车规级认证，开始打入特斯拉、丰田、大众的供应链，一场从上游材料到中游器件再到下游应用的全链条替代正在加速的收尾。目前虽然全球高端市场的份额我们还不到10%，但熟悉中国制造节奏的人都懂，一旦跨过车规级认证这道门槛，后面就是产能放量价格下探，份额飙升的标准剧本。本子现在这个饭碗已经裂了，还能用多久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把视野再放宽到整个高端制造领域，日本的隐形冠军被突破的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碳纤维领域日本东丽曾经是神一般的存在 ，T 系列的标准就是全球行业的标准，但现在就是26年从3月开始中富神鹰已经实现了 T1200级的超高强度碳纤维的100吨级量产，拉伸强度突破了8000兆帕刷新了工业化量产的世界纪录。中国碳纤维总产能已经占到了全球的 52.5%， 从体量上彻底甩开日本。那工业机器人减速器领域日本曾经的这些减速器是合计垄断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的。那如今呢，绿的谐波双环传动等企业已经实现了量产突破，精度和寿命已经逐步追平日系产品，价格只有日本货的7折左右。国产机器人厂商大规模导入本土减速器，日系品牌的溢价空间被压缩的越来越小。电子特气领域六氟化钨这种刻蚀关键气体过去被日本关东电化等企业把持，现在中传特气产能已经超过2000吨每年，跃居全球第一，产品的纯度和稳定性已经完全满足先进制程的需要。以上这些日本工业隐形冠军守不住的产业阵地，才是现在日元不可逆的贬值的最真实的原因。日本隐形冠军的黄金时代对应的是日本终端制造的黄金时代。当年日本的半导体、家电、汽车横扫全球的时候，上游的材料和零部件企业就跟着一起成长，客户就在隔壁的工厂，有问题当天就能反馈，有新工艺马上就能上机测试，那是日本制造业正向循环的时期。但随着终端产业的向外转移，日本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少，半导体制造转移到了韩国、中国、台湾，那家电产业呢基本被中韩掏空，汽车行业现在虽然还很强，但电动化转型慢了半拍，增量市场也不在日本本土，没有了下游的拉动，上游的材料企业的技术迭代就失去了最核心的动力。你配方调得再好，没人拿去量产试验，就永远只能在实验室里打转。新的工艺、新的应用场景都不在日本这边，它凭什么领先呢？没有了曾经辉煌的日本工业，又拿什么支撑现在的日元呢？当然还有几个山头等着一线的科研战士们去攻克。EVO 光刻胶、高端大硅片、最顶尖的精密机床，我们还需要时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胜利已在眼前，同志们加油吧！